头发花白的于国伟刑满释放，这些年的牢狱生活将他的性子磨平，和年轻时判若两人。故事要从于国伟入狱前说起，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座南方小城，阴雨连绵，泥泞潮湿。于国伟是国营工厂保卫科干事，同时也是刑警大队的编外协警。他热衷探案，对进入体制内当个正经刑警异常执着，因为破获过厂里几起盗窃案，还得了个鱼神探的外号。小城的天气总不见好，据说一场百年难遇的寒潮即将袭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连环凶杀案骤然发生，死者均为年轻女性，致命伤是颈动脉被割断失血而死。第一案发现场并不是尸体所在地，是以并未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刑警队的老张对此一筹莫展。比起公安局，于国伟似乎对这起案子更加感兴趣。除了兴趣使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借此机会破获重大案件，破格进入体制内。于国伟干劲十足，为了弄清楚凶手是如何将被害人运往案发地的，他带着徒弟小刘做了个模拟。受害人头部都有被重物敲击的痕迹，于国伟认为凶手应该是先将人砸晕，随后他按照自己的猜想，把小刘绑在背后，蹬着自行车来到现场。这个方法似乎可行，但是要保证受害人中途不会醒来，不然也会功亏一篑。两人来到案发现场，简单验证自己的想法后，于国伟蹲在一旁陷入沉思。他告诉小刘，根据犯罪心理学，这种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有极大概率重返案发现场，观看自己的成果。话音刚落，两人就发现不远处的路边有个男人正朝这边看着，发现二人后便骑着自行车飞速逃离。于国伟和小刘急忙撒丫子追赶，终于将男人按倒在地。面对二人的询问，男人表示自己只是听了闲话，心里好奇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听说死的那女人名声不好，有人在灯光球场见过她，那地方鱼龙混杂，想必是得罪了人才被杀。于国伟闻言确信这人就是个爱听小道消息的，放他离开后便来到传言中的灯光球场。一个女人主动找上于国伟，两人攀谈了几句。于国伟拿出被害人的照片，询问他有没有见过。得知照片中的人已经死了的时候，女人有些紧张，告诉于国伟最近有个男人总来了也不跳舞，就站在角落里盯着人看，行为举止十分怪异。于国伟留下自己的呼机号码，表示如果那个男人再来，就打电话给自己。最近公安局人手紧张，老张作为队长整夜睡不着。当刑警的这些年，他办过太多案子，也见过很多生死，这里头能破获的寥寥无几，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时间掩埋，最后无疾而终，永远得不到真相。老张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退休后离开这潮湿阴暗的小城，将过往全部抛到脑后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安安心心的晒晒太阳。和想要激流隐退寻求安宁的老张比起来，于国伟好像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。厂里凭劳模，一直干劲十足做好安保工作的于国伟榜上有名，他十分享受这种站在台上万众瞩目的感觉，掌声和欢呼声让他飘飘欲仙。晚上，工友们聚在一起吃饭，有人撺掇于国伟争取上调公安局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。于国伟嘴上说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，心里其实早在打这个主意。酒足饭饱后，于国伟来到情人燕子家。燕子是个风尘女子，两人的相识源自于一场英雄救美。燕子的心愿是到香港开一家理发店，靠手艺养活自己。新的被害人很快出现，警方也发现了这起案子目前为止唯一的共性，那就是被害人生前曾在同一个地方出现过。于国伟从老张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马不停蹄来到案发现场，意外发现了一把遗落的钥匙。于国伟将钥匙和现场的照片拍下后洗了出来，贴在附近3个厂子的公告栏上。他相信如果是凶手一定会注意到这个。于国伟带着徒弟蹲守了3天，果然在钢铁厂门口发现了一个举止奇怪的人，站在公示栏前看了好久。于国伟正要上前抓人，留在车里的小刘弄出动静惊跑了男人，于国伟急忙跟上，小刘也下车帮忙。雨越下越大，于国伟追着男人跑进钢铁厂，中途小刘不小心摸到电线失足掉到了地上。于国伟确认他没有大碍后继续追人，男人似乎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，于国伟费尽力气好不容易追上，却差点被他用铁链勒死。最后人没抓到，只拿回一只从男人脚上扒下来的胶鞋。于国伟带着小刘驱车往回赶，看着师傅拼死抢来的胶鞋，小刘突然带着哭腔说对不起他，自己早就知道偷物资的事情是厂里人和外人合伙干的，他们都知道于国伟做不出这种事，就收买了保卫科的大邹几人。小刘连声说自己后悔，接着头一歪没了动静。于国伟见状急忙停下车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小刘耳朵里流出的血。于国伟背起小刘冲进医院，小刘被送进手术室，不多时大夫便走了出来，告知于国伟小刘颅内出血耽搁了太久，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原来那一摔让小刘伤得如此之重，恐怕是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。小刘在最后的时间向于国伟道歉，坦白了这件让他内心不安的事。
小刘的死讯让于国伟如遭雷击，也许只有抓到那个男人，他才能甘心。郁郁寡欢的于国伟来到燕子住的地方，看到墙上的照片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随后便向燕子提出把照片送给自己。那是他好几年前的旧照了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，随手摘下递给了于国伟。附近的一家理发店正在转让，那里是三厂交汇处最繁华的地带，当地人戏称其为小香港。于国伟租下了这间铺面，送给燕子完成他的心愿。这一切都让燕子十分感动。不久后，工厂裁员，一大批员工下岗，其中还包括于国伟。他带着自己的为数不多的行李来到理发店，燕子安慰他，两人还有这间店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与此同时，凶案再次发生，这次的情况似乎和以往不同，案发的在受害人自己家，除了死者同为女性，其余条件都和之前的连环凶案不同。经过公安局的调查，凶手为受害人的丈夫，此人下岗待业家中，夫妻关系十分紧张。案发前两人爆发争吵，男人激情犯罪酿下大祸，家里还有个7、8岁的孩子。老张几十年的刑警生涯看惯了这种事，却还是忍不住感叹造化弄人，世事无常。下岗后的于国伟整日待在理发店斜对面的饭馆，观察着店里出入的人。原来早在他看到燕子照片的时候，就在想着用他做诱饵找出罪犯。这天，于国伟盯上了一个举止怪异的男人，他马上到钢铁厂向熟人描述了男人的体貌特征，果不其然发现一个叫宋军的人，此人就住在三厂交汇处那条小街，并且曾因猥亵罪被拘捕。于国伟开始重点跟踪宋军，等他第2次到店里洗头离开，于国伟匆忙结账跟上，燕子也发现了他的身影。宋军异常谨慎，很快就甩掉了于国伟，担心燕子的安危，于国伟一刻不敢耽搁跑回理发店。好在燕子并未出事，跟了几天也没什么进展，于国伟按耐不住，索性和宋军当面对质。面对于国伟开门见山的说辞，宋军神情紧张。紧接着，于国伟拿出胶鞋让他试穿，虽然合适，却不能作为证据，毕竟穿41码鞋的人很多。但看宋军的反应，于国伟断定这个人一定和连环凶杀案脱不了干系。另一边，燕子发现了行踪反常的于国伟，并且得知他时常在对面的餐馆吃饭。出于好奇，他翻找了于国伟的行李，查看了那本记录他所有发现以及计划的册子，也发现了他想要利用自己引出罪犯的心思。燕子悲痛欲绝，他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过往，本以为能和心爱的人重新开始，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两人来到天桥，燕子伤心时喜欢待在这里，他平静地和于国伟道别，表示自己要离开这里，随后纵身跳下了下去。火车呼啸而过，燕子的离开很决绝，于国伟情绪彻底失控，小刘也好，燕子也罢，就这样相继消失在自己眼前。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宋军，认定他就是那个连环杀人犯。大雨倾盆，宋军被于国伟绑到案发地，他沉默地看着不断挣扎的宋军，像真正的杀人狂那样追着自己的猎物，用电棍一下一下砸向他。宋军满脸是血，失去意识，路过的人发现后报了警。于国伟没有逃跑，仿佛惩恶扬善的英雄，他在自己的臆想中得到褒奖。老张带着人赶到现场，对于宋军他们早就调查过，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凶手。老张对于于国伟的冲动行为十分不解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冬天发生这么多事。于国伟看着窗外，再也绷不住，失声痛哭。宋军的状况不好，不死也是植物人的下场。于国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捕入狱。老张告诉他，警方在其中一个被害人身上发现了凶手的血迹，相信不久之后真相会水落石出。时间回到2008年，刑满释放的于国伟到医院探望老张，此时这个老刑警已经完全没了自理能力，对于外界的事物也基本没有反应。护士将一封信交给于国伟，这是老张生病前写给他的。信中提到一场车祸和一个司机，时间正是于国伟追着神秘人从钢厂跑到公路那天。男人慌不择路被卡车撞倒，于国伟追到公路时只看到停在路边的卡车，没有多想便返回找胶鞋。男人则从卡车底下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结果却被另一辆疾驰而过的车子撞飞，当场气绝身亡。这也许是上天迟到的惩罚。后来老张对比此人的血检报告，发现和被害人身上凶手的血液样本吻合，基本确定这个人就是连环凶杀案的罪犯。原来于国伟真的有一刻离真相如此之近，只是偏偏造化弄人。弄清苦苦追寻的真相，他来到即将被爆破拆除的厂子，看门的大爷问他是谁，于国伟回答自己是保卫科的，97年还评过劳模。大爷却十分肯定地表示自己在厂里待了一辈子，保卫科根本没有评劳模的名额。于国伟闻言眼神晦暗不明，他在清醒和幻想中挣扎，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。于国伟和工人们看着厂房在爆炸声中坍塌，升腾起的粉尘让人看不清眼前。他的人生或许从未有过辉煌，是梦是幻是虚妄，一切不过是一枕黄粱。拿到新的身份证，于国伟坐上了离开这座城市的大巴，窗外飘起了雪花，
寒流来势汹汹，大巴车到影片结束都没能启动，不知于国伟是否会被这座梦魇般的小城困守一生。